你敢相信吗？全台湾最贵、单价破亿的地表最强战车 M1A2T 竟然直接开进了直篮球场。球场门口卖的也不再是汉堡热狗，而是拿着 T112 步枪满脸油彩的特战部队。这不是什么好莱坞战争片的拍摄现场，而是台湾陆军在2026年3月底玩的最大也最疯狂的一场生存保卫战。以前很多人笑台军只会扫地，甚至觉得军队开进球场只是在作秀，在浪费公帑。但今天我要把话说死，这场Yes Sir子十军主题周背后的水深得可怕。它是陆军司令部为解决子少化与兵源断崖的雷霆手段，与通过强行模仿美军 NFL 的暴力洗脑模式，把那身被嫌弃的迷彩服硬生生转化成新时代年轻人眼中的潮流符号。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不只要带你看球场上的热血操演，更要带你现场拆解这场针对台湾青年的精准营销战。综合自由时报、中时新闻网的报道，陆军司令部今年6月即将迎来80周年部庆，为展现新陆军的转型成果，就特别推出了全新的军务风格 ARMY 识别图像。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陆军这次通过与新竹玉鼎工程师合作，举办了 Yes Sir 子十军主题周，以极具现代感的方式呈现了台湾陆军的最新战力。可能部分观众疑惑，台湾陆军为什么会选篮球，又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军。在美国，军队出现在超级杯或 NBA 赛场早已是家常便饭。从著名的蓝天使特技飞行表演，越过球场上方，到伤残退役军官的致敬仪式，美军早早便将军队品牌深度嵌入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数据，其国防部在2011至2014年间支付给 NFL、MLB 等职业体育联盟的爱国宣传费就高达1000万美元。这种被称为付费爱国主义的做法虽有争议，但效果惊人。有数据显示，现场体育赛事的军事展示能显著提升17至24岁青年的从军意愿。而现在，台湾陆军正在复制这套逻辑。那为什么选择在新竹呢？答案同样简单，一是因为工程师的主场粉丝群与台湾陆军急需的技术兵种兵员高度重合，年轻、熟悉科技，具备群体认同感；二是因为在新竹湖口长期驻扎着584旅常胜部队，可随时调动，加上2026年又适逢陆军司令部成立80周年，所以台湾陆军选择在80岁生日之际走进全台湾最年轻的城市。很明显是一场针对18到30岁核心兵员的精准空降作战。3月29日决赛当天，有5000多名观众亲眼见证了特战部队降临球场。现场不只卖球票，还卖一件1580元融合军徽与校徽的限定球衣。可见台湾陆军已经彻底看懂了美军征兵逻辑，要想赢得年轻人的心，就必须出现在他们热爱的生活圈里。而这次活动的2个核心推手，更是陆军转型的活招牌。这第一位是吕坤修上将，他顶着中山大学 EMBA 学位，用企管思维推动军队品牌化。他甚至在志愿役编线比掉到 76.9% 的预警线下，军队必须转型为一家人才企业。而校准部指挥官孔乃德中将，他的出现更有象征意义。他是台湾陆军史上首位从基层士兵一路升到中将的传奇人物。孔指挥官站在球场中央，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招募传说。他在告诉台湾新青年们，在新陆军，只要你有专业、有实力，士兵也能翻身变将军。这种形象转变是要打破社会对军队数馒头、混日子的负面印象。当5007名观众大喊 Yes Sir 的时候，台湾陆军正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强者认同感。当然，光靠公关活动和励志故事肯定不能解决兵荒问题。这时，台湾陆军整出了第2个杀手锏。在球场外的装备展示区，那把 T112 战斗步枪才是真正的主角。这把枪的出现，正式宣告台湾步兵火力进入了跨代跳跃。长期以来 ，T91 步枪是台湾陆军的标配，虽然可靠，但在现代化扩充性上一线疲态。在有效射程上 ，T91 只有400米，但 T112 则直接拉升到600米。放到战场上，这200米的差距就是你能先发制人的生死红利。再来就是枪管寿命 ，T112 从 T91的6000发提升到10000发，耐操程度提升了 66%。这意味着在长时间的高强度交火中 ，T112 能保持更精准的弹道。更关键的是，它的人因工程设计让士兵操作起来更加顺手。
以前 T91要加装瞄准镜或镭射，得大费周章改装护木。现在 T112标配全段皮卡丁尼导轨，你想挂什么随插即用。同时，它还具备双边操作钮，不管是左撇子还是在转角切换射击姿势，都快如闪电。这就是台湾新陆军的逻辑，不再让士兵去迁就武器，而是让武器成为士兵身体的延伸。除了步枪，现场还摆出了那把能击穿轻装甲的 T112重型狙击枪，12.7毫米的口径和2公里的有效射程，是它被誉为城镇防卫战中死神的原因。它的特色在于大型的翼阵枪口支退器，能大幅减少射击时对射手肩膀的冲击。更精妙的是，它的折叠枪托设计，让狙击小组在城镇战的断垣残壁中能更灵活地穿梭，而不必像以前那样拆卸昂贵的消音器。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战斗各装 2.0 与数位迷彩的进化，如现场球迷穿着的迷彩球衣，其实是陆军现行数位迷彩的变体。这种迷彩是针对台湾特有的灌木、丛林与城市破碎地形开发的，又或是现代战斗各装的改进。其新式防弹背心正逐步对标美军 ESAPI 标准。在这次展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陆军开始强调模块化挂载系统，士兵可以根据任务性质，如扫荡或守备，自由调整弹匣袋与医疗包的位置，这正是以人为本的做法。而司令部选在篮球场展示这些，就是在释放一个最强烈的信号：我们不只要人，我们还要最好的兵；我们不只要枪，我们还要最先进的火控系统。这些装备的采购预算在2026年高达1616亿元，这每一块钱砸下去，都是为了要把台湾步兵从除草兵转型为专业战士。还有就是军事公关不仅是为了招募，更是一种心理打击与社会动员。直篮场馆通常位居城市中心，新竹县体育馆周边就是密集的科技园区。当584旅的练炮战车开进社区，这在潜意识里传达了一个信息：军队不是躲在营区里的人，军队是城市的守护者。这种逻辑在乌克兰战争中得到了最强大的验证。战争初期，乌克兰球迷迅速转化为领土防卫队的骨干。台湾通过直篮与军方的联名，正在试图建立这种体育认同与军队认同的连结。当年轻球迷觉得穿着迷彩球衣很酷的时候，他们对国防的心理防线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影片最后，让我们回到球场中央，吕坤修司令投出的那颗球，象征着台湾陆军正在跳出传统的框框。这场80周年的盛典确实是一场精准策划的公关秀，但这场秀背后的成效是真实的。它让 T112步枪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年轻人争相拍照的酷玩意儿。它让孔乃德中将的故事成为激励清寒子弟投身军旅、逆转人生的示范。台湾新陆军的转型还在路上。面对2026年变幻莫测的台海局势，装备的现代化固然重要，但人心的现代化与连结才是真正的胜负关键。如果有一天台湾的年轻人觉得穿上军装跟穿上球衣一样光荣，那么这场在篮球场上的公关战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既然聊到了这里，如果你当时在现场，你会被这台 M12AT 战车给震撼到吗？你认为职业运动结合军队招募在台湾是可持续的模式，还是仅仅是一次性的公关秀？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台湾防务的未来。